虎场大拷问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世界尽头的那束花，我点了点头，又摆了摆手。拍这部电影过程中最难处理的一场戏是哪场呀？我觉得其实整部电影它都挺难处理的这个角色，于我而言，因为其实潘生大家在看的时候，它其实分为几个阶段，从一开始我就是宁死不屈，到中间放弃抵抗，然后再到一部分想要同流合污，然后再到永远的邪不压正，再到向阳而生。向阳而生可能是一贯穿整剧吧，就是最后的那个状态，就是从外面出来，就当那个太阳照进潘生的眼睛的时候，潘生不敢相信，包括他抬头看那个飞机飞过的时候。他都在想，我能不能逃出这个牢笼啊？其实我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把潘生这个人物设定成的是没有得到自我实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。所以为什么他会离开，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会被提拔，一下提了别人，那你不认可我们。那场戏我的心里就是你也没给我多少钱，你还不给我 title， 不给我职位，不行啊，那你去找你觉得厉害的人啊。我看电影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你从马桶里拿出那个撕碎的纸，然后直接塞到嘴里嘛。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我前面那个观众，他刚刚这个不是金城刚刚上完厕所的那个马桶，我在想，真的这个脑洞真的是刚刚上完卫间你就把那个吞进去了。电影里面的打戏你觉得拍的爽吗？我不爽，气死我了！但是我觉得是很有压迫感跟压力的，在那个环境下。如果你说挑战，可能就是这块吧，太压抑了那个环境，所以你需要一点途径去释放。那就是这次跟王传君老师合作之后，有没有学到什么表演秘籍啊？当然的，传君跟 baby 就是非常自然自如嘛，就没有痕迹的表演嘛。就大家老说他不像演的嘛，他就是没有痕迹的表演。那他没有痕迹的表演，他也用了很多设计，包括那个手帕。包括他的冰淇淋，就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运用道具做一个更生活化的这样的一个表演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可取之处。所以在后面的一些角色的塑造过程中间，都会更好的使用道具。那如果你可以跟王传君老师2次合作的话，你希望你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关系啊？我希望我是警察，他是犯人，然后让我抓到他。上映以后，你会去网络上看大家的一些评价吗？看看就好了，因为这个本来每一个人对于作品的评判都不一样，我觉得尊重大家的评判就好了。我自己就不看了，我自己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尽力了。会好奇大家对这个电影有什么样的看法之类的吗？对，我会有请教一些我的前辈们，包括问了一下可心导演。可心导演会给我一些鼓励，以及就是未来可以哪个方面可以有更好的一些指导。我在网上有看到很好笑的评价，就孩子带着父母去电影院看你嘛，然后父母看完电影之后就问孩子，这个电影里面张艺兴在哪啊？我怎么没有看到他？因为这是你电影里面的形象，其实跟你有一个非常大的颠覆嘛。我觉得只要你们来看了电影，因为这个电影还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地方，就是能够让全民通过这种电影的方式、娱乐的方式，能够提高反诈的意识。昨天我们在路演的时候，有个孩子说，我以前不知道反诈是什么，但现在我懂了。从这3个字，我觉得就是功德不了。对，我在哪儿不重要。那对于你来说，比如说整部戏当中演得爽、票房高、口碑好以及评分高这几个，在你内心的排序是怎样的？我觉得首先是自己有没有得到提升吧，每一部作品都是这样的。对，首先我觉得到我现在这个年纪，可能更多的是想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肯定吧。你自己觉得哪儿好，你自己觉得哪儿不好。我只能说潘生这个角色是我尽力了。在那个阶段的我，这个是2年前拍的吧？3年前吧。那你回过头看自己的表演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我觉得挺自然的，就是这一切就是顺理成章的往下走。只是在后面那趴，因为我们剪掉了很多过程，就很多过程没有了。我自己在看这个时候，我觉得怎么潘生突然出现了，会有这种情况。因为其实我们拍的时候是拍了，比方说陆经理不是把那个安娜喊上去吗？不是想让她跪一下吗？不想走，你嫁给我。那个时候我是在外面，为什么突然潘生说，我们合作吧？所以就是其实我在外面是都听到他们说的所有的一切在敲的那个门。觉得演员这个身份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体验，他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跟渠道。因为我没有生活，我天天都被工作弄满了、塞满了。我发现创造角色是一种非常有挑战且有爽感的工作。接下来有没有特别想去挑战的？希望多演现实主义题材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所以我们要取材于生活。取材于生活需要你不断的去体验生活，去感受生活。觉得这是我为什么喜欢演现实题材的原因。那你不会说渴望在演员这方面获奖啊或者什么的？因为大家可能提到音乐人张艺兴有一个非常具象的一个形象在，但可能提到演员张艺兴，可能就脑海中会比较模糊一点。我不希望有这种枷锁给到自己，因为在我的理解里，音乐是展现自我的时候，而演员是不需要你自己的时候。那大家都说你是特种兵事业批嘛？那如果1个月让你不工作的话，你会做什么？不可能1个月停下来干嘛呢？渴望假期吗？1个月不用工作，我可以去旅游啊，去干任何事情呀。不，我们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好吧？你休息，比方说你出去旅游啊，你想去哪里？希腊，想不想去啊？去希腊了啊？你在希腊干嘛呢？待酒店吗？玩啊，
为什么要待在酒店呢？你出去玩，去景点啊，去吃好吃的啊，去体验当地的文化呀。你说这个体验我倒是认可啊，就是我去玩是为了什么？除非我这个玩这个角色就是要。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没有意义的。我同意你的观点，就是我们就是意义的本身，对吗？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比方我要去放假的时候，我其实真的挺需要这个一个理由的，就是我为什么去放假。但呢，我希望领导给我批1年的假，不需要任何理由。